大家看到我穿上西装外套，就知道今天的那个企划一定是不同凡响，跟以往不太一样。那其实有点蛮临时的就忽然想到，我来弄一下，就最近的那个 OpenAI 人工智能 AI 的聊天的一个软体，一个东西程序还蛮有名的，也不算是有名那怎么讲？问他几个问题，那随便临时想的，如果没有深思熟虑的话，请多包涵。那所以我决定对这个提出5个问题，同时也对那个我的 Apple 我的怪怪的 Siri 同样提出这些问题，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答案。就是戴一个眼镜好一点戴眼镜是不是会更那个讲究的感觉？我这样衣服会不会卡？这样好一点。提出疑问，我来开一下 OpenAI。他公司就是叫做 OpenAI 没错对啦，他的公司就是 OpenAI 啦，然后他的这个软体叫做 ChatGPT。好，那我们现在要开的东西是 ChatGPT， 同时呢，我也会录制我们的萤幕画面，点进这个 ChatGPT Try， 他说 Available in Taiwan 我怎么开始啊？开始问答，你好，送出。是这样。很高兴与你交流，有什么可以帮助你的吗？可以跟我用繁体中文对话吗？反应有点慢，是我网络太慢吗？当然可以。有什么可以服务的吗？好，我们来提出我们的5大疑问。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我的面线的问题。什么问题？我打一下哈。因为我最近吃面线吃的蛮多的，然后还有网友觉得我吃面线吃太少，所以我想问他，如果吃太多，大肠哥仔面线会生病吗？我很好奇他怎么回答我。他在想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可以做别的事情。我来问一下 Siri 好了。Siri， 可是我刚刚怎么录我的 Siri 啊？这个我要怎么录？我不然这样子好了啦，我们就简单一点，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那个嘛，一个录制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分开录，好不好？我们先问那个 OpenAI 的 ChatGPT， 然后待会再来问那个 Siri， 因为我想要让他们 PK 一下，他们的问答的答案有没有不同，或是相同之处是怎样？他已经回答了。吃过量的任何食物都可能对健康不利，包括大肠哥仔面线。大肠哥仔面线还有许多高脂肪、高盐分，如果您经常食用呢，血压、血糖、胆固醇都可能上升，对心血管健康会造成威胁，所以建议您不要经常食用大肠面线，保持均衡健康的饮食习惯。哇，这讲得很好这可以按赞，可以按个赞。好，那我再来问第2个问题。Question number 2， 请问台积电是一个好投资吗？台积电的话，我其实对台积电蛮有信心的，因为它是我主力投资啦。我台股大概有70%都是台积电。那虽然过年的时候我舅舅问我投资什么，我说我投资台积电，他就跟我讲说台积电不好啦。不过我还是对台积电蛮有信心的啦。我忘记我舅舅是怎么讲，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不好啦那种意思。但目前为止对台积电还蛮有信心的，未来还是怎样还是不可预测啦，对不对？那看一下那个 AI 会怎么回答我。我在猜可能是我网络太慢还是怎样，就是它回答好慢Siri 反应比较快，虽然 Siri 有时候在乱讲。我是一个语言模型，不能提供具体的投资建议，投资决策应由您武装。我这样讲大家听得很痛苦，对不对？我先不要讲话好了。他说，不过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设计制造业者之一，主要从事集成电路
设计、制造、销售业务，因此台积电的股票可能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投资选择。然而，股票市场是多变的，未来的股价的表现无法预测，所以您需要谨慎考虑自己的投资风险跟承受能力，在投资前寻求专业意见和咨询。蛮官腔的。OK， 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问一点比较有趣的，请问世界上有外星人吗？这我很好奇，我从小都喜欢看科幻的东西，然后什么不可思议的什么什么我都爱看，超爱看的。世界上是否有外星人呢？讲很慢呢，快点，讲话讲快点。外面的那个邻居都在怒吼了，他们在那边吵，不知道录不录得到。说这个啊，你知道怎样吗？我先暂停一下，为什么？因为第一，我想要 check 一下我到底现在录的东西有没有声音。有时候我录一大堆，我讲一大堆话没声音，我已经经历过太多次的可怕的梦魇了，所以我先暂停一下。他在回答了。好，我们先暂停一下，待会我直接讲全篇他讲什么。他说，对于是否存在外星生物，目前尚无科学根据。但是在整个宇宙中有数以百万计的恒星、星系跟行星，因此科学家认为存在生物的可能性是有的哦，外星生物是有可能存在的哦。不过到目前为止，人类都还没有发现任何的确凿的证据去表明外星生物的存在。那在未来，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跟对外星生物的研究呢，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跟了解。但是科学研究需要耐心跟时间，因此我们仍需要耐心等待进一步的发现。这个回答，我不喜欢，但是没办法，他就是这样子，没有得到解惑，也没有得到，就是他会走那个一个模糊地带，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啦。那我来问重磅问题咯。第4题问，请问真的有人可以扛200斤麦子走10里路吗？它是10里还是10公里啊？应该10里吧，10里比较少，10公里的话，10里是5公里而已。好，送出。等待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很多沦陷区的人想要了解的那个问题吧。沦陷区的灾胞们都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我自己先入为主，乱去评论人家。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不容易回答哦。他稍微想一下，我想要倒一杯酒来喝。我觉得今天这个气氛蛮适合喝一下泥煤怪兽的，虽然它没有像他宣传的那么可怕，那么泥煤怪兽，不过它也是一个独立装瓶 IB 酒厂的一支好酒，酒精浓度也不低哦。我忘记它酒精浓度是多少了，突然间又变成品酒频道它酒精浓度多少？52.1哦，52.1哦。泥煤怪物，这个啊，有兴趣的朋友再去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就跟大家一起喝的影片。蛮香的。他说这种情况呢不太可能发生，对于普通人来说，扛起这么多重物移动这么远的距离是相当困难的，甚至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严重损伤。搬运重物需要强壮的肌肉跟良好的身体状态，他有吗？因此这样的任务通常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来完成。我记得 YouTube 有那个很壮的那个壮汉啊，我忘记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叫什么名字，但反正他们有挑战过，好像听说是挑到那个什么竹竿哦，就是那个杆子都断掉了。此外200斤的重量是非常庞大的哦，因为即使是最强壮的人也可能无法轻易的扛起这么多重物。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超出人类极限的表现，而非真实可行的情况。好啦，那我们来问一个最后的提问咯。请问什么？有哪些国家对台湾是友好的？是台湾的邦交国。送出。
我发现啊，可以这么无聊的话，如果你跟我一样那么无聊，你就可以边喝个酒，边跟 OpenAI 的 ChatGPT 对话，跟他聊天。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可分为2种：外交关系和邦交国。台湾目前有15个邦交国，只有15个。这些国家对台湾的关系比较密切，并且在多种领域进行了合作。这15个，他卡住了，他还在思考，让他想一下。generating， 生产中，在思考中，包括巴拉圭、博这个字怎么念啊？博什么瓦纳、科摩罗、柬埔寨、多明尼克、莱索托等等这些国家。此外，还有许多国家对台湾持友好态度，并且在商业和文化方面与台湾进行合作。但是由于国际地位的因素，这些国家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台湾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并且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是吧？是谁让它造成变得那么复杂？大家可以思考。好，问题都问完了，我想要追加提问，好不好？问一点最多 YouTuber 在乎的好了。请问要怎样让YouTube 的观众更愿意点赞订阅呢？是吧？大家想要问这个问题吧？他说要让 YouTube 卡在那边，快点讲快点，是我网络不好吗？我家这里啊，的网络不知道什么格数的好少，明明就用中华电信要让 YouTube 观众更愿意点赞和订阅，以下是一些建议：一、提供有价值的内容，提供有趣、有益、有价值的内容是吸引观众最有效方法。有价值的内容，对了，就是你东西要有点内容，就是不要那种毫无内容，我也是这么认可。第二，建立品牌形象，建立一个有趣、有吸引力、一致的品牌形象。有趣，他一直在讲有趣，就是怎样才有趣？不然我就是这部片我就把它剪得比较有趣一点，好不好？试着有趣看看，就是活泼一点这样子。第三，建立关系，与观众建立关系，回复他们的留言，并且在每个频道的描述中提供连结。回复留言我是一定会回复吧，除非你的留言我无法回，我回不了，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你，我就不会回。不然的话，大部分我回留言我都还是会回。保持一致，定期发布视频，保持一致。视频是沦陷区用语，我们台湾是说影片啦。以便让观众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预习更多内容。其实我大概1个礼拜会发一片啦，不过因为如果像我最近内容多一点的话，我可能就变得有点日更的感觉，像疯子一样。第五，发掘观众的需求，研究观众的需求，并且提供他们想要的内容。这很难吧？你怎么知道观众想看什么？第六，在其他平台上建立存在感，积极参与社交媒体，在其他平台上建立存在感，以便吸引更多观众。他这边又重复一次，存在感这个字我很难我可能就不会用其他平台了。像有些 YouTuber 他们会在经营 IG 啊，经营那些 Web 啊、FB 啊什么的，可是我就没有，我就是只有用 YouTube 而已。这个可能以后我再考虑。第七，使用有吸引力的封面，吸引观众注意力。我的封面都超简陋的没关系就是个人风格嘛，我觉得这个个人风格塑造啦。这些是一些基本的建议，但想要在 YouTube 上成功呢，需要不断的试验跟调整策略，以确保您的视频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对所以我今天拍的这个确实也是有点符合他的这个说法嘛，对不对？好啦，全部都讲完了。那如果有些人还有什么好奇的东西想我帮你问的话，也可以留言，欢迎留言。但是呢，像
跟那个 ChatGPT 讲话有点像在求神问卦的感觉啦，就是它其实不是真的提供一个真正的100%正确的解答，就是它其实比较像是一个辅助工具。你如果要拿来跟 Google 搜寻来做比较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的恰当，因为我觉得它毕竟是不一样的东西啦。不过之前 Google 不是有发表他们的那个 Bard 的那个发表会，然后在上面他们有出糗嘛，就是有一些失误，那造成了大家对它的那个观感就不是那么好，那甚至股价那天也跌了7-8%。这种事情你知道吗？不知道也没关系啦。不过我觉得这个 ChatGPT 它就是从网络各种资料库去抓资料，然后它给你一个答案，但是你又不能够100%的确定它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的，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哪里啊。那像 Google 的话，你从 Google 做搜寻，你是可以知道说它的来源是哪些，因为条列式的嘛，就知道说你是从哪边收集到，它从哪边抓到这个资料，那你就可以判断说，这个资料的来源的是不是权威的来源，还是说比如说乡民在随便乱讲的。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自己去独立思考，去比对不同的来源去做一个判断。那 ChatGPT 就比较没有这种功能了，所以说，除非你自己很懂这个领域啦，它等于你的辅助。那你如果是一无所知的情况之下，你去都是问他的话，你可能会走火入魔。好啦，当然也不否认 AI 有可能总有一天它会进化到非常的很人性化，说不定你都分不清楚它是机器还是人，就是它已经可以跟你对答如流，然后讲的东西也是头头是道了。大家知道那个图灵测试吗？关于这个话题呢，下次呢就会再专门做关于这个话题呢，下次再专门做影片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拜拜。按下录影键之前我脑袋都还是一片空白的。人工智能 AI 的那个聊天对话的东西，下发问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答案？